赶快来看到这一起意外事故，日本自卫队的军官闯使馆要杀人哦，是军国主义复辟吗？今天会来特别做关心这一起事件，赶快来关心到是日本警方证实的24日持刀闯入中国驻东京大使馆的嫌犯，他是日本自卫队的现役成员，他叫做村田晃大，年纪只有23岁而已，阶级是陆上自卫队3等的陆尉。好，针对于这样子的一起攻击哦，中国外交部是痛批极度震惊，违反了这个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还特别提到了自卫队的管控是否出现了漏洞，这是军国主义右派势力崛起的一个问题吗？再来就是来自于智库特别做的一个分析，说日本社会现在针对于中国的敌意跟暴力风险正在逐渐的上升当中，导火线就是日本长期在政治上面的操作，渲染中国威胁，才会有了各种的事故发生。针对这一起外交的事故严重性怎么评估？跟日本军国主义复苏有关系吗？岳老师怎么看？这个人呢，就是他叫做村田晃大啊，我把它改写成农村田夫啊，晃悠悠的爬进了中国大使馆，大杀人啊，提了一把大刀啊！大家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因为这件事情啊极其严重啊。他犯下了，就是在现在的氛围当中，大家要了解中日之间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啊，就是好像快离开战都没有很遥远，因为大陆从2020年开始进口出口就连续对于日本所有的军工企业还有民用企业都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们讨论了好多次，对不对？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呢，中国驻日大使馆是中国领地哦。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你爬墙进去还带了把大刀进去的话，你自己要了解，而且里面在喊啊，以神之名要杀掉中国外交官，人家外交官没惹你啊，对不对？那人家话原来你们自己高市早苗讲的那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存亡事态危机，你自己要检讨啊，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嘛，所以说林建会很火大，因为很少有领事馆或者使馆被攻击的，这个是太离谱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他这个从这个自卫队里面他是现役的人员。带了一把大刀出去，你那个自卫队人的话呢，就是没有这样子注意到这种事情吗？啊，而且我觉得说是他才23岁，我第三点我真的不了解，你在仇恨什么东西啊？啊，你知道，我只有一个解释的方向，让我想起来，我实在是不愿意再提。我就觉得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没有被收拾过。我们小的时候看到那个三岛由纪夫的时候，我那时候因为我是抗战家属，我觉得三岛由纪夫就是疯子，每天在那练习切腹什么东西的。哦，后来我碰到了很多那个对日本有好感的，都觉得哦有了喜，好像这块了不起的一样。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好了，这个就是最典型的。盾智会，三岛由纪夫办的盾智会，大家可以去查查这个历史。他当初为什么自己要自己自杀？因为他到日本国会去游说，就国会议员下了不知道他干嘛，神经病一样。这个基本上的话，这个农村田夫啊，晃悠悠的大杀人啊，他其实啊，他叫做村田晃大啊，这个家伙的做法就是跟那种神经病军国主义的神经病。是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吗？而且他这个做法完全一点对他好处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大陆现在正找不到借口来找日本出气啊。那现在日本话呢，就是你看大陆这个林建讲说，你们自卫队怎么搞出这样现役军官？那个时候日本都不敢承认。第一个不承认有没有这个事情，第二个不敢承认他是不是这个自卫队，然后第三不晓得他是士兵还觉得他神经有问题。这个不是精神病的问题，这也不是循训挑事的问题，这是。我以前我根本不能理解，我原来对于这个中国人恨日本人我可以理解，我对日本人也恨中国人，我真不能理解。对。那另外一方面，现在也比较担心的是说这是单一事件，但是我们也看到说，确实这一位他是自卫队里面的人员嘛，但是现在自卫队的人员正在扩编当中，那原因是什么？现在有一个。想法是说，会不会日方已经从过去针对中国式防卫，已经转向在前沿做了压制？那我们也来看到说，那日本现在全面扩编、全面扩军做了哪一些具体的项目？第一个，我们来看到自卫队大规模的改组，包括了它的海上自卫队增设了水上舰队、水陆2栖机雷战群，强化联合作战。那自卫队的人员也扩编，包括了现在有宇宙作战群升级为作战团，编制从310人变成了670人，到今年呢会增加成880人。再来就是南寮岛跟熊本部署12式地对舰诱导弹，射程涵盖了整个中国的东半部。
委员怎么看？当然嘛，就是说对日本来讲哦，其实有2个这个情节是一直存在的哦。就第一个，就像刚才这个苑老师提到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情节哦，特别是这个些右翼的这个日本的政治势力这些主张，其实在过去这些年来，在战后的这几十年里，只是暂时被压制了，就被埋藏在他们的内心里哦。就好像美国的这个白人至上主义一样哦，就美国讲的说不可以种族歧视，不可以这个歧视有色人种，是谁把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给解放出来的？就是川普嘛。所以因为川普，现在美国的这种白人至上的这种情绪就非常的高涨哦。那日本也是如此啊，日本从安倍一直到高市哦，那么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深刻的了解到。就是日本的这些人民，他们内心的这种民族主义、这种军国情怀哦，仍然在他们的心中，只是暂时被封存起来了。他们也把它解放出来了。所以从安倍的政权为什么这么稳固，一路走到了高市，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日本的右翼势力开始全面的抬头嘛。哦，那么第2个情节哦，日本没有改变的就是甜美情节哦，就哪怕。他被美国推落了这个失落的30年的这个经济这个停滞的深渊里，他们还是热爱美国，哪怕他们被美国践踏，哪怕他们被美国出卖，哪怕他们被美国牺牲，他们的那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哦，只有越来越强，一点都没有减少过哦。所以在这种甜美情节，再加上军国主义抬头，他们当然现在很乐于当美国的代理人打手啊。当美国要撤出第一岛链的时候，总要找几个人守在第一线当小弟看门狗。这个时候日本这个责无旁贷的就扛起了重任哦。相对来讲，韩国的李在明就很聪明啊，就闪得远远的了，因为他很清楚知道美国在打什么主意。那日本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呢？除了我刚才讲的甜美情节以外，当然另外一点是他希望借着这件事情取得美国的首肯，让他从原本的和平宪法当中释放出来嘛。所以我当你的小弟，当你的看门狗，那你总可以让我进行修宪，让我能够拥有更多的军事力量，然后军力投射可以到更远的地方。所以他们讲的叫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对，这是他们的这个梦想。对，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其实。我认为未来的中日之间的摩擦跟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说过，人民如果是这样想哦，就原本各位还记得吗？当时大家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对日本制裁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日本的这个民众就会反弹了，然后高市政权就完了。日本民众没有反弹为什么没有反弹？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现在全世界都在走民族主义的浪潮，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以色列，刚才讲到了伊朗，不都民族主义吗？谁愿意退一步呢？现在日本也是如此啊，中国大陆更是如此但是我会觉得说，其实现在的这个状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还是那句老话，中国人民的国仇家恨也没有忘了。就日本当年怎么屠杀我们的，我到现在到了上海的这个四行仓库的纪念碑，我站在那里，我眼泪都还是会流下来的。我也会。所以我看着我们当年那个部队一个师一个师的阵亡在，看得到弹孔。对，阵亡在上海的淞沪战役里头，那个时候那种仇日情节怎么可能会放下呢？所以日本如果真的这么蠢，那么最终他们就会变成一个牺牲品。所以现在整体在这个右派的情绪、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日本崛起。那当然，日本它在外交辞令上面也改变了它的词汇。这个是它的外交蓝皮书草案，将中国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降为重要邻国。但一方面又跟中国说我们要喊和平，要一起合作等等哦。那中国呢，怎么反制呢？在最新的这一场高峰论坛中有80家的全球企业高官、高阶主管一起齐聚，包含了苹果、福斯、三星、SK 海力士，但是唯独没有邀请日本。干哥怎么看？好，我跟你讲，民族的仇恨要放下，但是今天我们绝对不能够忘记民族的大义。也就是说，刚刚2位讲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即使今天这件事已经过了80年了，但日本就是侵略者，他是整个国际社会东亚动荡的元凶。我讲到这边，我也很气，为什么？又想到那个词叫做大东亚共荣圈，共荣是你共荣，是你在荣，你在光荣，是拿我们的血肉去当你的垫背，对不对？所以说这种东西还被我们的总统拿来挂在嘴巴上面讲，哎，有时候我真的是讲到这个就义愤填膺。不过中国在这次2会之后最大的论坛，我就不请你来，怎么样？SK 海力士啦、三星啦、福斯、苹果什么大老板都来了啦，高阶 CEO 就来了。对不起，请问一下，川崎重工的 CEO 在哪里？
然后还有还有这个什么川崎重工，还有三菱重工啊等等这些，这些都是日本很重要的企业啊，对不对？没有来，那为什么我不邀请你来？什么意思？有了，我们有邀请一个亚洲银行了，但是因为亚洲银行的主席也是日本籍啊，对不起，要换一个就副主席来，副主席是美国人。